玩游戏时如果被敌军包围，大不了点个重新开始。但在真实的古代战场上，当你放下武器，举起双手喊出我投降的那一刻，你生存游戏是成为大佬的座上宾，还是变成搬砖的苦力，甚至是变成别人军功章上的一只耳朵，这全看你的投降技巧和运气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古代战俘的真实待遇，以及那些顶级越狱大神是怎么逃出升天的。在那个没有国际章法保障战俘基本人权的时代，战俘也是分369等的。作为战俘的你能得到怎样的待遇完全取决于你的身价。一般高级将领或者名门望族都能享受到 VIP 套餐，对方会把你像宝贝一样供起来，住豪宅喝好酒，甚至还会给你安排个当地媳妇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战俘是一种高级理财产品，留着一条命无论是作为日后换取赎金或者进行其他谈判的筹码，还是拿来劝降对方的活招牌，都非常好用。如果你是铁匠、医生，甚至是个做豆腐特别好吃的厨子，那你也稳了。在古代，特别是万历朝鲜之役那会儿，日本军队甚至会专门掳走朝鲜的陶工，他们不杀你，而是把你打包带回国，让你在那儿开厂创。这就是所谓的抢人比抢钱重要，因为打仗有时候也是一种技术迭代升级的便利途径。最惨的那肯定就是普通大头兵了如果你没啥特长，迎接你的就是无休止的体力活，修城墙、搬运军火、下地种田。如果碰到狠一点的对手，再加上战况和补给线不甚理想的话，为了省粮食可能直接把你干掉，然后拿你的首级去换军功。而且在古代，计算军功不是看你杀了多少人，而是看你能带回来多少证据。一开始是脑袋但脑袋太重了，提着几十个脑袋打仗不现实。于是后来演变成了个耳朵或鼻子。很多战俘在投降后虽然保住了命，但却成了无鼻人。这些被割掉器官的俘虏被放回去，本身就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心理战，让对方士兵看到投降的下场，从而丧失斗志。如果你不想当苦力，也不想当理财产品，唯一的路就是越狱。但古代越狱可不像电影里那样钻个通风管就行，这可是千里大逃亡。不过作为一位古代肖申克，你首先要解决的是衣服问题。穿着战服装跑路，路边老太太都能举报你。最聪明的办法是出家，把头剃光，弄身破僧袍一穿。在古代东亚，佛教文化流行，大家对僧人比较客气，查的也不严。其次是装聋作哑，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麻烦。异地作战，士兵口音有所不同，如果是出国远征的话，语音更是问题。对此，越狱大神的秘诀是装聋哑人无论谁跟你说话，你就指指嘴巴，摆摆手，只要你动作够自然，别人只会觉得你是个可怜的残疾流民。历史上还真有这种大神上演过现实版的《肖申克救赎》。在万历朝鲜之役中有很多明朝和朝鲜的士兵被抓到了日本，他们中有人在海上漂流几百里，靠着极其微薄的淡水和生鱼片，硬是划着小破船逃回了朝鲜半岛。还有的俘虏在日本潜伏了10几年，学会了日语，混进了当地社会，最后利用随商船出海的机会，跨越东海跳船求生。这种毅力和智商放到现在，多少也是个顶级特工的好苗子。说到底对于那个年代的大头兵来说，打仗都是为了活命，因此投降不代表懦弱。那些在战俘营里苦苦支撑，在荒野里千里前行的人，才是战场上真正的生存大师。